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成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超级大的题目。这个题目大到什么程度？你想象一下，有没有可能只用一个心智模型就能够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说的不是只有生物学哦，不是只有课本里面那些东西。我的意思是用同一套逻辑去分析台积电的供应链策略，去解释为什么 Netflix 的演算法要这样推荐影片给你，去理解一家新创公司为什么会成功，或是为什么会失败，甚至连文学、艺术、宗教这些看起来跟科学完全无关的领域都能被涵盖进来。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小说里面才会出现的万有理论？但这其实是一个从达尔文时代就开始，但却一直没有完成的百年梦想。其实达尔文他本人就是一个极端的整合主义者。在今天这个学术分工超级细的时代我们很难想象，但对达尔文来说，演化论从来都不是一个只用来解释长颈鹿的脖子，或是雀鸟鸟喙的理论，不是的。他认为这是一套一以贯之的论证，可以用来理解所有的生命现象，当然也包括最复杂的人类。所以他周一可能在研究藤壶，周二研究兰花，周三研究蚯蚓，但同一时间他还在研究人类的道德情感、情绪表达。他甚至会寄问卷给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军官请他们观察当地原住民的表情，来验证说愤怒、悲伤、喜悦这些情绪是不是全人类共通的天性。你看，这就是他伟大的愿理，用一个理论打通所有知识的壁垒。但这个伟大的愿景听起来很美好，在现实中却走得非常的坎坷。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他非但没有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我们继续看下去，来看看这段漫长的延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个时间轴真的会吓一跳。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将近100年后，到了1949年，当时顶尖的古生物学家辛普森非常乐观地说，演化论已经是既定事实了，接下来的科学研究都应该要以此为基础继续前进。听起来很顺利，对吧？但你看，真正要把演化跟发育生物学整合在一起的 evil devil 这个词，要到1990年代才出现。把演化应用在医学上的达尔文医学，也是1990年代才被创造出来的词。从1859到1990，这中间隔了超过130年。你想想看，这130年发生了什么事？2次世界大战，人类登陆月球，电脑发明，网际网络诞生。在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生物学最核心的理论整合，竟然还在原地踏步。这进度真的慢得不可思议啦。所以理论跟现实的差距到底有多大？1949年，科学家以为演化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但现实是，就算到了今天，在美国，神创论的势力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强大，还在跟科学教育打对台。当年科学家乐观地认为研究将会从这里继续前进，但现实是，对绝大多数人，包括在台湾的我们来说，演化论是什么？就是恐龙、化石、人是猴子变的。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甚至人生价值观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对吧？达尔文那个整合所有生命科学的伟大愿景，在现实中可以说是完全落空了。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种知识的碎片化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就算在生物学内部，整合也还在进行中，但一旦跨到研究人类的学科，像是心理学、人类学，情况就更糟了。在这些领域，演化 evolution 这个一开头的字，很多时候根本是个禁忌，大家避而不谈，好像是什么脏话一样。而到了文学、艺术这些人文学科，达尔文主义甚至被认为是带有敌意，甚至是异端的思想。最后你看，在政策制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演化论的影响力基本上是零。这就产生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在科学上如此强大、如此成功的理论，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会被如此的排斥和忽视？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一个这么有力的理论，为什么会处处碰壁？重点来了，科学家发现，真正的限制因素可能根本不是理论本身太复杂，我们脑力跟不上，而是更深层的，藏在我们人性里的东西。David Sloan Wilson 教授的核心论点就是，演化论的整合之所以会失败，主要不是知识上的障碍，而是心理和社会学上的障碍。
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能不能理解演化论，而在于我们想不想要接受它。这里就要介绍一个超级重要的概念，叫做结果驱动心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类在判断一个信念或想法时，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不是去分析它的事实根据，而是去感受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一个想法让你觉得受到威胁，感觉会导致不好的结果，那我们大脑的本能反应就是消灭它或者逃离它，不管它背后的证据有多充分。就像老板提出一个新专案，你第一个念头不是这个专案的数据分析合不合理，而是这是不是要我加班，失败了会不会怪我，对吧？或者看到一个新闻标题，你不是先查证事实，而是先感觉这是不是在骂我支持的一方。这就是人性，而演化论就刚好触发了我们这个最敏感的神经。那该怎么办？如果问题出在我们的心态，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绕过这个心理障碍呢？ David Sloan Wilson 教授就提出了一套全新的使用手册，目的就是要把演化论从一个吓人的怪兽变成一个吸引人的强大的思考工具。这套全新的教学框架，或者你可以叫它心智模型升级包，就是要直接解决刚刚说的心理障碍。它有3个核心步骤。第一，要让演化论变得不具威胁性，直接告诉大家，演化论不等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不等于弱肉强食，更不等于纳粹的种族主义。先把这些历史包袱跟误解全部拆掉。第二，要展现它的解释力，让大家看到这个理论真的能解释很多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从过去到现在，提供一个全新的看世界的视角。第三，要证明它的实用性，告诉大家，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根据你自己的价值观，用它来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个理论如果能同时做到这3点，它就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而不是让人想逃跑。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光说理论可能有点抽象，我们直接来做几个思想实验，你马上就能体会这个框架的威力。我们来做第一个思想实验。在开始之前，我先定义一个关键词：适应性 （adaptive）。在生物学上，这个词的意思是指有利于天择，能增加基因遗传下去的机会。它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术语，跟道德上是好的完全是两回事。OK， 记住这个定义哦。好，那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吓人。在什么情况下杀婴行为是具有适应性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恐怖，但让我们暂时放下道德判断，纯粹从生物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难题。每年 Wilson 教授都会在课堂上问大一新生这个问题，而神奇的是，这些几乎没有演化论背景的学生，总能很快地归纳出3个主要的条件。第一，缺乏资源，父母连自己都养不活了，根本没有足够的食物或支持来养育后代。第二，后代品质不佳，如果生下来的孩子有严重的缺陷，很可能活不久，也无法繁殖后代。第三，亲缘关系不确定，这通常发生在雄性身上。如果他不确定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那他投入巨大资源去抚养的意愿就会大幅降低。最惊人的是什么？这3点其实就是科学家们花了好几十年研究杀婴行为时提出了主要假说。你看，一群大一新生只用了5分钟的适应性思维训练，就能推导出顶尖的科学假说。这就完美展示了这个框架强大的解释力。它给你的不是答案，而是一套思考问题的方法。好，我们来做第2个思想实验，这次是关于道德。想象一下，一座孤岛上只有一个道德高尚、凡事为他人着想的好人，和一个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坏蛋。请问会发生什么事？这答案很简单，对吧？那个好人几天之内就会被坏蛋吃干抹净，变成鲨鱼的食物。这说明了，在个体跟个体的竞争中，道德似乎有着先天的劣势。OK， 第2回合，现在我们有2座岛，一座道德岛，上面住的全是会互相合作、牺牲奉献的好人；另一座自私岛，上面住的都是自私自利、互相陷害的坏蛋。请问哪一座岛会胜出？这个答案也是个 no-brainer， 想都不用想。道德岛会因为合作无间而欣欣向荣，而自私岛会因为内斗而自我毁灭。这说明了，在团体跟团体的竞争中，道德又具有了强大的优势。这个思想实验其实就完美地展示了演化论中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叫做多层次选择。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在团体内部，自私的个体会胜过无私的个体，但在团体之间，无私的团体会胜过自私的团体。
这就完美解释了人性的二元性。为什么我们既能看到最丑恶的自私自利，也能看到最伟大的无私奉献？因为这两者都是演化的产物，只是作用在不同的层次上。道德最大的弱点是容易被内部击破，但它最大的优点是拥有道德的群体能够击败没有道德的群体。你看，演化论不是只能解释自私，它同样能解释利他与道德的起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框架不仅能用来解释人性中最深层的矛盾，它还能被实际应用。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这个框架不仅能解释人性，它已经在现实世界中开始整合所有学科了。这不是纸上谈兵，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 ，Wilson 教授就创立了一个叫做 EVOS 的跨学科研究计划。你看一下他们一学期的研讨会清单，真的会觉得不可思议。讲者有考古学家、电脑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哲学家，甚至还有文学学者。一个文学学者在讲什么？用演化论的视角来分析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里面的人物动机跟冲突。这些来自完全不同领域、平常根本不会有交集的顶尖学者，竟然可以用演化论这一套共同的语言来对话、来交流。这在今天这种高度学术分工的环境下，简直是个奇迹。而且这不是小猫2-3只的小打小闹哦。这个 EVOS 计划有来自15个不同科系的超过50位教授参与其中，这代表达尔文的梦想正在一个真实的大学校园里被实现。这不仅仅是知识上的突破，更是一个社会性的突破。它证明了，只要我们换上一个正确的心智模型，要整合所有的人类知识是完全可能的。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总结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理解了达尔文那个整合所有知识的伟大愿景之所以沉寂了100多年，真正的卡点不在脑力，而在心里。第二，我们学到了一套全新的框架，只要把演化论变得不具威胁性、具解释力，而且具实用性，就能绕过心理抗拒。而最重要的是第3点，这个心智模型升级不只是理论，它已经在真实世界中被用来整合从艺术到电脑科学的所有学科，证明它是可行的。这个思考框架既然可以整合一所大学，那它又会如何改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秀，我们下次见，拜拜。